1萬尼特240幀3800分區畫質增強芯片，還有 AI。如果你在選購電視的話，你一定會看到這些名詞，聽起來真的很酷炫，好像我們看的東西都變得更亮了、更鮮豔了、更絲滑了。這好像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更好的享受內容。但真的是這樣嗎？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這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為什麼現在看起來的電視節目還有各種電影變得越來越豔，而且看起來有一種滑滑膩膩的感覺？這是一種很隱約的感知。我們觀眾也和我們反饋了我們的節目有這樣的問題。我們找我們的觀眾也調研了，他們無外乎都是買了新款的電視。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這次做了一個比較廣泛的品牌調研，我们可以先給你結論，就是當今的電視真的對你所看到的畫面動了手腳，不僅僅是模式，還有一些功能在暗搓搓的導軌，使得你最終看到的畫面和創作者想給你呈現的畫面有着非常大的區別。那這期節目我們想和你聊一聊，為什麼電視的畫質優化並不一定是好事，有什麼對應的解決方法，我們會教給你怎麼去關閉這些優化的方法，讓你真正的看到那些厲害的導演想給你看到的畫面。那要說起畫質優化，我們先得知道電視能在哪裡動手腳。我們都知道，所謂的動態影像是由一帧一帧靜止的圖像連續播放，讓我們腦子形成了影像動起來的錯覺，就構成了這個動態畫面。那如果你想優化這個所謂的電影或者一個綜藝節目，那就兩個路子：要不我插入更多的畫面，更多的帧，讓畫面的運動看起來更絲滑和連續；要不就讓每一帧畫面都變得更加精美一些。那我們先講怎麼改進這每一帧畫面。傳統的手段就是加一些銳化，增加一些對比度，還有飽和度，把我們的畫面變成這樣。但我們大家都不笨，知道這個畫面看起來並不自然。但我們今天想聊的是這些更加先進一些的技術。雖然這些技術我仍然覺得是不好的，但是它確實是在隱約的修改你的畫面，比如說降噪，還有 AI 畫面增強。降噪顧名思義就是把這些跳動的顆粒還有這種色斑給消掉。那如果你看的是網絡視頻還有電視節目，那我真的得說降噪這個功能還是有用的。你看畫面變得更平滑了，看起來更純淨了。但是問題就在於，當你看一些專業的人給你做的專業內容的時候，比如說電影或者很厲害的綜藝電視劇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降噪的算法它會誤傷一個和噪聲很像的東西，這個東西叫做顆粒。你看，像這些畫面，早期的泰坦尼克號，還有各種，他們都有這種跳動的小東西，但它不是噪點，這是膠片時代的顆粒。電影從膠片時代發展過來，有很多導演都喜愛這種特質，它會給你畫面一種獨特的質感，能讓你畫面更具有電影的這種氛圍。他們甚至還會特意在數字攝影機拍的畫面裡面把顆粒給加進去，確實會顯著改變你整個故事的感覺。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膠片顆粒的畫面，在經過了降噪之後，這畫面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個畫面乍一看好像很乾淨，但是你仔細看的話，又會覺得很奇怪。原本整個畫面的細節都是由均勻的紋理構成的，現在硬件實時在剝離其中的一部分，又有一些被很突兀的保留下來。這你再看，是不是你意識到了當初你覺得不自然的感覺來自於哪裡？而如果你恰巧又不小心打開了這些 AI 畫質增強，雖然看上去畫面变得更細膩了，但是如果去對比觀察的話，你會發現 AI 它更像是強調了邊緣，或者生成了一些不存在的紋理。由於需要實時的處理信號出來，也沒有人去檢查，其實這個 AI 生成的效果真的得說沒有那麼理想，或者說非常的糟糕。那說完了針對單一畫面的優化部分，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你可以迅速進你的電視設置，把這兩個東西都給關掉，應該各個品牌裡都能找到它。那我們再來看看電視又是怎麼額外生成不存在的畫面的。那這個背後的技術叫做 MEMC 運動估計和補償。那這個 MEMC 出來其實是有年頭了，在2006年就被裝到了電視上面。那畫質處理芯片通過讀取輸入的信號，檢測前後兩個畫面的相似特徵點，然後推測出視頻裡面主體運動的方向和距離，然後在運動正中繪制對應的特徵點。當所有的特徵點都繪上了，你看這個不存在的畫面就被創造了出来。那這看起來好像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視頻帧率比較低的問題，也沒有額外的占用存儲和工作量，是一個皆大歡喜的事情，對吧？不管是運動還是電影裡面快速移動的場景，好像都會因為它而受益。那我們現在
再來仔細看看這個 MEMC 補償出來的幀，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畫面效果都還挺好的，對不對？但是如果運動的畫面上面疊了一個靜態的包裝，經常有這個場景，或者是我像這樣畫圈圈，你會看到這個算法它立刻就傻了，主體周邊出現了一圈這樣似有似無的輪廓，那這是電視廠商沒有告訴你的這個功能的缺陷，也就是 MEMC 的尾影。這就是電視行業比較微妙的一個點了。其實這個現象是挺明顯，經常會出現的，但是廠商基本上不太可能告訴你有這個缺陷存在。尤其是你選購電視的時候，你會看到商品頁面裡面常常會出現這樣的頁面，原始畫面運動模糊特別強，但在經過了這個引擎處理後的畫面，你看一點模糊都沒有了，這很不科學，對吧？所以我們研究了一下，那就像剛才所說，這個 MEMC 它只是分析原始幀生成符合運動預測的新的幀，但是如果畫面你本身就是有很强的運动模糊，實时的分析画面，把畫面裡模糊給剔除，這個效果是很難完美的。所以可以說，廠商在描述頁面裡面很粗暴的用這麼一張圖片來體現功能，它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效果的。所以如果你信了，那伴隨你的就是這樣所謂的滑滑膩膩的畫面，還有揮之不去的尾影。我們得出結論，這個 MEMC 功能，你通常也應該把它給關掉。那有的人可能會說 ，Tim 現在電視已經發展得很快了，他們的 AI 芯片、他們的降噪、畫質增強還有插幀都已經更智能了，不太可能出現你剛剛描述的那些極端情況。那我在看電視的時候還可以打開這些功能嗎？那我的答案就是開才怪，我覺得我還是不能開。這個時候我想放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片段，我們一起來看看電視處理之後，就是当今的比較火的電視處理之後是什麼樣的。I know it's complicated. I know it's complicated. 在蜘蛛俠平行宇宙裡面，主創们採用了非常大膽的各種視覺風格做混搭，特別是他們致敬手繪動畫的一拍二的手法，創造出了這樣很乾脆有節奏感的鏡頭。你能看到，雖然鏡頭運動中場景是24幀，但是人物是每2幀才動一次，這樣整部影片的觀感變得非常非常特別。但是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再透過電視的 MEMC 來看一次，你會看到這整個畫面和故事都被毀掉了，變得一團糟。這個芯片再智能，它是不可能猜透導演到底想要給你看什麼的。這裡我只是舉了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那真正普遍被毀掉的其實是那些更細微的創作者本身的意圖。那創作者意圖對觀眾重要嗎？我覺得這個有點辯證，你可以說重要，也可以說不重要。但是不管你在看一部電影，還是像這樣的網絡節目，本質上都是畫面裡的人通過行動或者語言向你傳遞一種情緒或者信息。那既然你選擇接納這些信息，那其實攝影拍的每一顆鏡頭，每一個劇組想為你呈現的色彩和運動，其實和劇本和表演都是一樣重要的。那如果不重要的話，那電影行業理論上不應該發展了，全部交給 AI 來生成就行了，對吧？李安也不需要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裡面調整運動模糊，或者花大的功夫來實拍120幀的比利林恩，就邏輯上交給 AI 一切都能處理的話，那好像所有的這些挑戰都沒有必要了。但我想說的就是，其實真的有這麼一批人，或者說我相信你也是這一批人，很在乎到你眼前的每一幀是由真人為你做的。我覺得這特別重要，但比較遺憾的就是，可能設備的開發和內容的創作本身溝通很少，他們出現了一些比較奇怪的互斥。廠家想要幫這些已經做好內容的人去改善他的畫質，然後創作者呢又不希望他們去改。這個真的不是某一家廠商在幹的事，而是所有的品牌都在相互競爭，去捲這個畫質增強的效果，然後越捲越怪。不能說是一個良性的循環。所以講到這裡，你應該明白了電視行業這些設置後面的一些小九九，還有一些對應的原因。就很多從業者們其實也發現了這個問題，比如阿湯哥就專門發視頻鼓勵大家關閉 MEMC， 諾蘭和馬丁斯科塞斯也一起呼籲過，推動電視廠商去做一些改變。那其實我們目前看到已經有一些變化發生了，電視廠商目前很多都給他們的產品搭載了一個叫做 Filmmaker Mode 電影製作人的模式。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聽起來覺得很唬人，那它到底幹了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只要你開啟這個模式，它就一鍵把剛剛我們提到的所有畫質增強全部都關掉了，並且會去識別信號的幀率、色彩空間這些參數，幫你去把它設置到正確的值上面，為你顯示一個盡可能標準的顏色。那我們也能看到搭載這些功能的電視出現在了一線創作的現場，在導演棚裡面做一種大尺寸的監看輔助，這聽上去都很美好。那是不是我只要告訴你，我們大家打開電影制作人模式就可以看到這些真正的電影？
不好意思，又得反轉一下，不全是。電影製作人模式它不是完美的，很多朋友在打開之後，你會明顯感覺我的電視變暗了，這是因為這個模式它默認你是在類似於電影院的黑暗環境下去觀看的，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在一個亮堂的客廳裡看的話，那這個畫面看起來也是奇怪的。所以總而言之，如果你想要最快速的看到原本電影裡應該有的質感，答案就是打開電影製作人模式，然後把你家的燈都關掉，這樣你能夠看到原汁原味的畫面。那這時候你肯定會說 Tim 你說的這個東西也太煩了，就是這個模式怎麼開啊？如果我沒有這個電影製作人模式怎麼辦？那答案就是我們整理了這麼一份表格，我們盡了我們所能去整理這麼一份表格，羅列了主流電視品牌怎麼打開這個模式，還有我們推薦的開關的設置，來適配你對應的家庭的場景。我們是根據你在家裡看的環境來設置的，所以如果你很愛看電影或者對影像質量要求比較高的話，我會強烈建議你按這個鏈接去試一試，我們盡可能幫你收集了。那如果這個表裡面沒有你家的電視或者不太一樣的話，我們希望這個視頻能變成一個互助區，大家互相看看你的型號是什麼，以及你設置的方法，這樣的話我們或許能夠看到更正確的影像。這是我們這個視頻的目的。那到了這個視頻的尾聲，我想稍微疊個假，我們真的不是說教和你說一定要用這個模式看才是對的，真的不是這樣。只是我們想從一個視頻作者的角度出發，就看到現在的現象，想告訴你一個更標準的看到原先意圖的一個可能性。就我相信，如果你對攝影感興趣，想學習一些大師的攝影和色彩的時候，你肯定不希望你看的內容被加上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味精，讓你的認知產生了誤判，對吧？信息的真實性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你喜歡這個內容，也歡迎轉發給你身邊的朋友們，看看他們的電視是怎麼設置的。你現在已經會設置了，對吧？這還是非常好的。也請給我們1鍵3連，對我們很大的幫助。那麼我們下次再見。